得知5·1要加班，我上网发疯，细数老板办公室里的每一样物品，从真皮沙发到他用过的牙刷。我说下班把它们都给卖了，然后拿钱点18个男模。结果视频火了，热评第1是老板本人。你有病吧？怎么不干脆把我也给卖了？是有什么犹豫的心事吗？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身为总裁秘书，此时我端着泡好的咖啡，站在会议室门外，男人的嘲讽声连隔音门都挡不住，说话语速极快，吐字清晰，一个两个我要你们干石磨吃的。说实话，这策划是不是你们用脚写的？拿去菜市场，路过的大妈都要夸一句好菜，真的好菜。还有这专案书，看了20页我都不知道你想讲什么，重点你能表述清楚吗？按你这语言组织能力，我去奔丧都不知道谁死了。一群蛋白质，白痴笨蛋神经质，做的一坨屎，甚至自信到屁股擦都不擦就拿到我面前。大自然进化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忘带脑子了？能不能走点心？我花钱请你们来公司是来气我的还是办事的？会议室里大家纷纷埋头当乌龟，一声不敢吭。听到这，我识相地端着咖啡扭头就走。老板正在发火，我是活腻了才往枪口上撞。他可以少喝一杯咖啡，但我不能多挨一顿骂。借口去上厕所，等再回来时，会议室已经没人了。我知道危机暂时解除，于是重新泡了杯咖啡，往总裁办公室走。门半掩着，有人先我一步，是财务部走关系塞进来的秘书助理程思思。她穿着紧身包臀裙，脚踩10厘米红底高跟鞋，妆容精致，掐着嗓子娇滴滴道：沈总，您要的咖啡。说着弯腰准备将咖啡放到桌上。男人坐在办公桌前，身材修长挺拔，长相极为俊美，眉眼深邃，有一种浑然天成的优雅和金贵。然而此时，那双眼睛带着过分的冷漠。你哪位？谁让你进来的？这是你的工作吗？出去。他脸上的笑意僵。沈总，我是新来的秘书助理程思思，男此姐在忙，他让我替他送过来的。身为本人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男人头也不抬，继续批文件。出去，别让我说第2遍。程思思深吸了口气，下一秒，脚上像长了痔疮站不稳似的，端着咖啡就要往前扑。男人动也不动，声音冷沉：劝你泼之前想清楚，我这身西装20万，你能不能赔得起？他摇摇晃晃，最后硬是站稳了。男人看着他，视线上下打量一番，嗤笑道：打扮成这样，请问你上的什么班？你是多想让远景来抓我？我也不知道人事为什么招你进来，连造型上的作用都起不到，想取代季秘书的位置，可你既没有他好看，能力也不及他1/1000。我忍不住勾起嘴角，骂了我这么久，狗老板终于看见我的好了。然而我高兴得太早。他补充道：当然，我并没有在夸他，也没有在骂你，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，就像季秘书打扮得比我奶奶还土一样。程思思脸上的笑已经快挂不住了。还是说，你看上的是老板娘的位置？他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嘲弄。
人不要去追求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与其抱着一夜飞上枝头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不如多提升自己。我建议你先去查查有没有帕金森和羊癫疯，早该有预料的。沈烨的嘴毒也不是1天2天了。他带着咖啡哭哭啼啼地走了，经过门口时还不忘剜我一眼。下一秒，男人不冷不热的声音响起：季秘书，你还要在门口站多久？兼职当保安？我叹着气进门，这简直是无妄之灾。他慢条斯理地扶了扶金边眼镜，修长的指节轻扣桌面，看这架势，又要挨骂了。季秘书，我给你开7位数的年薪，不是让你来看热闹的，希望你多学学电线杆，时刻清楚自己的定位，有点危险防范意识。我现在身价这么高，要是被人毒死了，你要进去吃牢饭的。看在工资的份上，我忍，多点眼力线。如果近视度数太高，公司可以出钱给你做手术。我不希望下次还有不三不四的人想要靠近我。我戴的是平光镜，他不是不知道，干脆直接骂我眼瞎好了。还有，季秘书，你平时都不照镜子的吗？穿这么土，严重影响公司形象。客户被你吓跑了，谁赔我损失？我呵呵干笑，笑得真丑。你还不如不笑。沈烨，我去你爹的！这嘴越来越欠了，要不是你给的实在太多，我早就不干了。这拿的叫工资，分明是窝囊废。从办公室出来，程思思抱着大箱子在收拾东西，她被开了，连带财务部的都被老板骂了一毒。她把高跟鞋踩得哒哒响，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怨毒。她看不上我，更看不上你。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心思，谁知道你是怎么坐上这个位子的？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我微微一笑，一改在老板面前的窝囊，真是不好意思哦。我是北大硕士毕业呢，凭真、才、实学进来的。也对，哪里比得上程小姐3本毕业靠关系进的？平时给我添麻烦就算了，今天害我挨骂不说，还想给我泼脏水，真当我是软柿子，谁都能捏，分币不掏，还想骂我，想得到没？你凭借身高优势，我俯身压进，靠男人实现阶层跨越，这很难评，毕竟我没经验，隔行如隔山。我祝你成功，离职愉快哦。程小姐，骂也骂不过，打也打不过，怎么办呢？他只能干瞪眼憋着，一口玉气终于散了不少，进一步海阔天空，忍一时乳腺增生，诚不欺我。下午给老板的发财树松土浇水，我拿着小铲子越挖越起劲，办公室也没人，老毛病又犯了，忍不住哼上2句。在大大的公司，挖呀挖呀挖，挖厚厚的工资，还是不够花，被特别烦的老板骂呀骂。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唏嘘，沈烨懒散地倚着门框，不知道在这听了多久。他弯起嘴角，似笑非笑，唱这么好听。季秘书你不要命了，作为唱歌跑调选手，一展歌喉被偷听，我囧的脸一下子通红。有当歌手的想法吗？有的话我报警了。沈烨，我去你大爷的！5一假期前一天，沈烨出差刚回来，司机小赵恰好请假，老板让我去酒店门口接他。因为人多，我找了半天没看到他本人，于是给他打电话。老板，你在哪啊？那头的声线清冷低沉。你对面。我纳闷，又往前开了开，没看到啊。要不老板你挥挥手。他声音仿佛从牙缝里发出来。季秘书，我手都快挥烂了，计程车都拦下10几辆了。我心一惊，不是，我真没看到。他冷笑，
你开过头了。等到他上了车，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努力掩饰尴尬。沈烨坐在副驾，敲着二郎腿，意味深长瞥我一眼，眼眶子里装俩蛋，光会眨眼不会看，想把他毒哑。不开玩笑。他又开口，今晚回去收拾收拾，明天跟我去出差。什么？手里的方向盘差点没握稳，我以为他忘了时间。老板，明天5一放假。他自然地接过话头。我知道。有没有搞错？明天帅哥约了我吃饭啊。我这人除了爱财还好色，那帅哥一口一个姐姐的喊我，我好意思放人家鸽子吗？我垂死挣扎。老板，我能不能不去？他看了我一眼，温柔而又残忍地吐出几个字：不能，除非你不想干了。报复，这绝对是报复。小心眼的大傻迷。我气得把车开得飞快，一路上对他的欲言又止，视而不见。到了公司门口，他迟迟不下车，眉头紧蹙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糟糕，我忘了老板晕车。他语气生硬。季秘书，15分钟的车程，你超车10次，别车8次，骂人6次，你是有路怒症吗？不为自己想想，也要为别人着想。坐你的副驾有生命危险，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开车，我建议你不要开口。到了办公室，整理明天出差用的当。帅哥给我发来消息，问我明天几点出门，他过来接我。我愧疚地回复，不用了，我临时出差，我们改天再约吧。不好意思啊。对面顿了下，欣然接受。没关系，我等姐姐什么时候有空。姐姐出差注意安全，一路顺风。她好乖好体贴。我哭死，看着手底下的档，越理我越生气。老板不在，我干脆拿起手机拍视频发疯，细数办公室里的每一样物品，从老板平时打的伞、吃饭用的碗，到脚下踩的意大利手工地毯，从他屁股底下坐的真皮沙发，到他卫生间里用过的牙刷。配文：下班把他们都给卖了，然后拿钱点18个男模。拍完就发到了某个短视频平台，结果半夜睡觉前，习惯性打开一看，消息99加，意料之外的，视频火了，热评第1。你有病吧？怎么不干脆把我也给卖了？是有什么犹豫的心事吗？这熟悉的语气，我心一颤。评论区都在调侃，欢迎收看翻车现场，哈哈哈哈哈！第一次献完梗被老板抓包的。作者：明天上班因为先迈左脚被开除。这办公室毫无人性，9块9挂小黄车。我没开玩笑。老板，这办公室是你的吗？你就卖。老板，你小子最好晚上一只眼站岗，一只眼放哨。你看老板那么关心你，问你是不是有病，你真是个人才。加你了。拒绝一下。谁家好人连2手牙刷都卖啊？别太离谱，牙刷刺毛了，我建议直接送我。我看了眼自己的昵称，我的老板是大傻迷，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不会吧？应该不会这么巧。我记得老板不玩这个软体的。点进热一的主页，什么都没有，唯独 IP 和我在同一个城市，松了口气。然而下一秒，手机联系人发来消息：老板，季秘书，麻烦明天上班解释一下你的昵称。你还不如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把你也给卖了，那我起码还能理直气壮地说确实卖了。当务之急，我不得不思考，明天先卖哪只脚被开除的可能性更小。如你们所见，我的老板他嘴很欠，欠到路过的狗都得挨一顿骂。作为沈氏集团总裁，沈家唯一继承人，他除了长得好、身材好、会投胎之外，毫无优点。
江氏媒体对他的评价用8个字概括：商界流氓，防不胜防。别人的商战狠辣且无视法律，沈烨的商战无耻且没有素质。宋氏集团公司员工犯蠢，得罪客户上了热搜，沈氏占了大便宜。沈烨用官方号连发3条，落井下石，不说雪中送炭，起码是雪上加霜。什么情况？小宋，顾客应该是上帝啊！哟，感谢宋总送来的泼天富贵，您老配享太妙。看到有一半的网友都在骂，我很痛心。另一半呢？是摸键盘吗？气得宋总直接把他拉黑。总结：不犯法但犯贱，能当上他的秘书，可能因为我们是一路货色。我的道德具有主观能动性，而他开的工资具有客观规律性。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，必须以遵循客观规律性为前提。我总不能为了道德拒绝钱吧？简单来说，还是那句话，他给的实在太多了，拿这个考验干不可以？但我不行，于是我俩联手，约等于他开门放狗。他这个人出名的除了长相，还有毒舌和记仇。鉴于之前对手陆氏蓄意压价，硬生生从沈氏虎口夺食，后来2家同时竞标城西地皮，由于2栋公司大楼正对着，沈烨特意买了个大镜子，天天照对面，问就说他用来争衣冠。照了1个月后发现破财的效果不太显著，于是换我假扮成保洁阿姨，混进陆氏内部，用开水浇死了老陆总的发财树。据说那天迷信的老陆总哭得像个孩子。第2天，老陆总请客户吃饭，在沈烨的掩护下，我溜进后厨，把12道硬菜改成12道黄花菜，成功让合作泡汤。没办法，老陆总只好打道回府。老陆总上了年纪，注重养生锻炼，骑的自行车，我前脚偷放了人家车胎气，沈烨后脚就脸不红心不跳的开车装偶遇，贴心的送老陆总回家，搞得老陆总心里踌躇，骂他也不是，谢他也不是，正寻思他这玩的哪出，回家就被老婆给揍了一毒。理由是他衬衫下摆有个口红印。老陆总反应过来，心里那叫个悔啊，有苦难言。商场情场，场场失意，老陆总欺负够了。沈烨的目光又盯向了小陆总。小陆总大学还没毕业，无心家业，被迫天天去公司打卡。上班期间不是打游戏就是看电视。沈烨买通小陆总办公室秘书，他要是看电视，就拔他路由器；他要是打游戏，就偷他充电器。末2个星期下来，小陆总不但被队友喷了个狗血淋头，游戏段位也掉了3大段。本以为他多多少少会有点察觉，没想到这人理直气壮地找到他爸，我就说你这地风水不好，连棵树都养不活，你偏不信。然后他顺理成章去网吧开包间打游戏，我也顺理成章地安排了个美女进去。接着沈烨顺理成章地打电话给老陆总告状，说他儿子不学好。小陆总当晚回去被混合双打得有多狠，第2天在沈老爷子面前告状哭得就有多惨。物理干扰下，沈氏得标。沈烨在公司门口用音响单曲回圈放好运来，作为他的贴心秘书。他一决定，我就知道他要放什么屁。默默掏出横幅，沈氏屹立不倒，陆氏地位不保，硬曲配鸿福。气得老陆总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，指着沈烨就骂：嘿，你个小王八蛋，亏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，心眼推坏了。沈烨挑眉，语气一本正经：陆叔，善语接善缘，恶语伤人心，下次不要说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，往好的地方想。我是沈烨目前手底下最得心应手的秘书，他找不到比我还缺德，不是？
我的意思是说比我还有才能的了。往坏的地方想，我在他手底下装了半年的窝囊鬼，他说啥是啥我绝不顶嘴，结果全在今天毁了。要单单是这一件事情还好，关键是我高中和他水火不相容，高考毕业还坑了他一把。当时的我也没想过，6年后我会在死对头的手底下当秘书。本来硕士毕业后，我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，进的也是大公司，但是部门经理骚扰我冲动之下把人揍狠了。那老逼灯在医院躺了2个月，因为老登他是董事长小舅子，我被开除不说，还被业内封杀。就在我失业之际，沈烨出现了，不但没找我算账，还高薪聘用我，不计前嫌，任人唯贤。他真是个好人。为了让他一直好下去，我决定一直装孙子。没想到今天露馅了，实在失策。他又是个记仇的，万一新仇旧账一起算，不成想，这太可怕了。我睡了，晚安。这个比世界。早上9点，老板的车停在我家楼下，沈烨坐在后排，长腿交叠，侧脸清倦。我正寻思着哪只脚先上车比较好，他淡淡掀起眼皮，怎么又想卖我车了？那哪能啊？我疯狂摇头。那你还不上来？等我请你。可能因为昨晚没睡好，我脑子一抽，下意识问老板，怎么上？先左还是先右？男人没好气道，蹦上来。然后我就真的很听话地蹦上去了，结果一不小心用了体育考试跳远时的力气，我来不及刹车，他没来得及躲，身体不可控地往前扑，猝不及防，咚的一声，耳边是低哑的闷哼。男人的后背被抵在车门上，我的额头磕在他下巴，双手下意识找支撑点，掌心结实的触感下是清晰的心跳声，距离挨得很近，湿热的气息喷洒在头顶，腰处被宽大的手掌包裹。男人的眸底沉静墨黑，我抬起头，视线不受控制地落在眼前绯红的薄唇，上下滚动的喉结，气氛变得很奇怪，直到驾驶座传来细微的抽泣声，打破凝滞的空气。我噌地从老板身上弹起来，双手合十放在额前，语气诚恳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沈烨慢半拍地起身，动了动肩膀，没说话，耳廓泛着难以察觉的薄红。过一会儿，你有意的。前面小赵八卦地转头，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。然而程思思被骂的话，我记忆犹新。我迅速竖起手指，证明清白。我发誓我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非分之想，否则我一辈子发不了。你闭嘴，吵死了。事莫发完，被打断。沈烨深吸口气，抬手按了按跳动的眉心。我默默补上，他脸色瞬间冷了下去，看向前面，怎么开的车？晃得我头晕。小赵欲言又止，不是，明明车还没启动啊。都闭嘴。好消息，昨晚的事过去了。坏消息，老板又开始阴晴不定了。我老老实实噤声，车内安静的吓人，后知后觉。刚刚发誓我好像竖了4根手指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这次出差是和陆氏谈投资，生意场上的合作有一半都是在饭桌上谈的。包厢门推开，里面的少年穿着黑色短袖，随意地支着腿打游戏。沈烨眉头一拧，怎么是你？听见声响，他放下手机转头，短碎的银灰发衬出阳光帅气的脸，双手枕在脑后，姿态懒散。没办法，我爸不想看见你。他视线往后扫，落在我身上，眼睛亮晶晶的。姐姐，惊喜吗？
看清他的脸，我默默退了2步，惊吓还差不多。打死我也莫想到，天天左一个姐姐右一个姐姐叫我的人是小陆总。那天我穿着保洁服，趁机摸到老陆总办公室。午休时间，里面空无一人，我端起小喷壶就往发财树跟到。忽然办公桌后面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少年顶着个鸡窝头从桌后站起，睡眼惺忪，怔愣地看着我。我吓得一动不敢动。那什么？我公司保洁，浇水的。他突然弯唇笑了笑。别慌，我实习生，偷偷摸鱼的。他从桌上拿起热水壶递给我，小声道：姐姐，用这个浇。死啦死啦的。对视间，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默契的意味。我心想，这帅哥人还怪好的嘞。后来他提出加个联系方式，我好色，也就同意了。他整天姐姐长姐姐短的找我聊天，约我吃饭，好几次都因为我临时有事，爽约了。后来，我虽然跟着老板欺负小陆总，但一直没见过他本人，哪知道他就是他。这么一想，他是真笑啊。胳膊肘往外拐，陆明殷勤地将我按在他和沈烨中间的空位坐下，拿过菜单塞我手里。姐姐，看看你想吃什么。完全忽略了第三者的存在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2个人在约会。沈烨意味不明的目光在我俩中间徘徊，视线经过陆明的头发顿了下，唇角掀起一丝薄淡的弧度。真是山羊放了绵羊屁，洋气又骚气。恰好菜上齐了，陆明将面前那盘香菜牛肉往边上移了移，动作微不可察。突然，左边冒出一道冰冷的声音：凤姐吃樱桃，人丑嘴还刁。少年气得攥紧拳头，突然想到什么，挑眉看了沈烨一眼。姐姐，他对我这样也就算了，不会平时对你也这么凶吧？姐姐你怎么不说话？不会是真的吧？女人奔3一枝花，男人奔3老黄瓜。沈总今年26了吧？啧，你可快别说了，没看我老板脸黑得像锅底。为了打圆场，我慌忙用公筷夹了一个鸡腿，放陆明碗里。吃菜吃菜。少年偃旗息鼓，慢慢咧出2个小酒窝。我听姐姐的。季秘书，别忘了你是谁的人。眼看沈烨脸色阴沉，我赶忙又给他倒了杯水。老板，喝水喝水。陆明啃着鸡腿，小声比比，小气鬼，喝凉水。秘书怎么了？她还是我学姐。貌似小陆总确实是北大在读。气氛一时有些沉默，这场面我是控不住了。要不你们打起来吧。沈烨舌尖抵了抵下颚，可能真被气狠了，失态的有些幼稚。这么爱攀关系，你怎么不说地球是你家的？学校那么大，1个月能见着1回不？还学姐，你不问问他高中和谁当了2年的同桌？要不是出了点意外，你现在高低的喊我一声学长。2双眼睛不约而同地看向我。神仙打架，小鬼遭殃。我飘忽着眼神，强装镇定，低头啃西瓜。哈哈，这瓜真甜。我和沈烨相识于高2上半学期，那时候他刚从国外转学回来，完完全全一副有钱人家少爷的模样，金贵又高冷，对所有事情都理所当然，不屑一顾，包括我最看重的年级第1的位置。我一直都知道，比我过得好的人大有人在，不是每个人都和我拥有同样的遭遇。但是，他的出现让我觉得，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仅仅可以是一道鸿沟，还可以是一座永远翻不过的大山。我出生在一个略有知识的家庭，爸妈都是大学生，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，却并没有洗去陈旧而腐朽的思想。我出生的那天，产房周边了好多人，
得知我是女孩子，我妈昏睡前说了一句真是冤孽。我爸陪笑着给来贺喜的人发烟，说这次不办酒席了，下次给大家补上。我奶奶在乡下拍着大腿骂街，说我爸娶了个赔钱货，还生了个倒霉货。于是在我6个月大的时候，妈妈怀上了弟弟，整个家里一扫之前的阴沉，笑得牙不见眼，热热闹闹。弟弟出生后，他们争着抢着抱弟弟，却没人想起角落里饿了一天的我。求生的本能使我嚎啕大哭。我妈说，她肯定是看弟弟更受欢迎，心里不平衡，故意吸引注意力的。女孩子从小就有嫉妒心。后来，我磕磕绊绊地长大了，但我仍然不懂。我不懂为什么弟弟早上可以吃3个煎蛋，而我却分不到1个。明明老师说鸡蛋有助于长身体，而我爸却说女孩子不需要那么多的营养。我不懂为什么弟弟可以高价上私立学校，而我只能把书翻烂，凭借成绩好免学费上一所公立学校。我不懂为什么弟弟放学后哭着喊着不肯去上兴趣班，爸妈还要哄着他去，而我提出弟弟要是不愿意，我可以替他去时，爸妈会骂我小小年纪心机重。我不懂为什么弟弟从来没进过厨房做过家务，而我却要每天早起，一年四季的将手泡在冰冷的池水里，洗刷沾满油腻污渍的碗筷，再搓完一家的衣服。我不懂为什么深夜里我仍在学习的时候，从来没有等来一声关心，一杯牛奶，只有无尽的谩骂，说我浪费电，说我败家。我不懂为什么就因为是姐姐，所以所有的好东西都要让弟弟先挑。他的作业需要我帮他写，他打我时我不能还手。我不懂为什么弟弟可以每天被接送上学，而我需要自己走回来。有太多的不懂了，于是我开始问为什么。上初中之后，学校离家很远，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在路上，于是我问爸爸能不能像送弟弟一样送我上学。因为他们不放心，所以弟弟一直是走读，而我是住校，1个星期只用麻烦他们1次。爸爸莫说话，我以为他是答应了。星期1的早上5点莫到，我被妈妈用鸡毛掸子打醒。她讥笑说，不是让你爸送你去学校？我沉默着坐上了我爸开的车。窗外的天黑沉沉，像一只潜伏的獠牙巨兽。一路上我爸不停地咒骂我，他说你怎么不去死，眼神恨不得把我吞了。15分钟的车程，我听到了这一辈子最恶毒的谩骂。从没想过有些话会从一个父亲的口中说出来。去得太早，校门莫开，我靠着门口的铁栏杆，静静坐了2个小时。天很冷，很黑，我看着太阳一点点从东边升起，夕光满天。从此我心里憋着一口用不完的劲，它支撑着我早起2个小时，一步步走完从家到学校的6里路，9268步。我走了整整3年。我不像弟弟，他从来不用为钱而发愁。我没有零花钱，我穷得只剩下卑微又一文不值的自尊心。尝试张口要过，但他们是文化人，不仅不给，还总能用只言片语将我的自尊心踩在脚底碾得稀巴烂，羞辱到极致。在弟弟无忧无虑的年纪，我已经想尽办法的赚钱，所以我从小就爱钱。我没钱不行，社区捡垃圾，替人写作业，帮人发传单，考试前卖涂改液，考试后卖3色笔，时不时再挨2顿打，说我出去丢人现眼。事情的转折在初中毕业那个暑假，他们一家3口开车出去旅游，路上因为意见不合争吵，而我弟抢夺方向盘，最后高速逆行，同一辆货车相撞，2辆车都翻了，5人无一生还。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可惜，
为货车上坐住的一对新婚夫妇感到可惜，他们的后事办得匆忙。老太太急忙从乡下赶来争夺遗产和赔款，她本来一分都不想给我留。我拿着菜刀撒泼打滚，比她还狠。我到处散播季家父母虐待闺女的事。我说老太太还想吃绝户，老太太子女多，我不要面子，他们总有要面子的。一来二去，我分到2万块，和住的那栋老破房，房里值钱的都被老太婆搬走了。虽然不多，但是我终于能争了。我还给自己改了名字，从季招娣到季南慈，我不再是那个为了弟弟而出生的存在，我就是我自己。一中是老牌名校，不缺优质生源，即使我中考成绩很好，也没能得到特殊的减免政策，但是从高1到高2，年级第一永远是我，每个月的奖学金非我莫属。学校考虑到我的情况，允许我走读。我每天都很忙，早上收费帮住校的同学带早饭，中午有偿给同学补课，下午把笔记本拿去列印卖，晚上去便利店兼职。除此之外，还会参加一些竞赛，赚的钱勉强够生活。我人缘不太好，因为我没空和他们聊八卦，也不讲同学情，帮他们做什么都明码收费，脸上写满了缺钱和爱钱，身上充满了市侩的气息。所以在沈烨这个转校生空降第一后，他们都在看我的笑话。我当时和沈烨不熟，心里也没什么感觉，顶多是惋惜没了500块钱，同时鞭策自己再努力一点。看完成绩走进教室时，大家都围在沈烨边上，夸他厉害，幸灾乐祸终于把我拉下来了。第一终于换人了，期待看到季南慈的脸色。他到嘴的奖学金飞喽，奖学金好像给他一个人设的，别人从来没有份。他平时那么傲气，这次终于踢到铁板了。少年靠在椅子上，眉宇间露出一丝不耐烦。第一很难吗？这么激动，你们没拿过？500块很多吗？还不够我一双袜子。嘴这么碎，怪不得你们拿不到第一。他们悻悻然，这处的面子丢了，自然要从下一处找。青春期的面子大过天，出口的话往往带着恶意而不自知，又或许是自知的。500块对我们来说当然不算什么，但对季南慈可是一笔巨款啊！哈哈哈哈，他穿的鞋都是促销打折的，也不知道他从哪买的30-40的鞋，能穿吗？哈哈哈！哎，他是不是就2双鞋啊？也没见他换过别的，该不会平时都不刷吧？再过分的话，我不是没听过。相比之下，这倒也不算什么。我神色自如地开口，这么关心我，你们是要给我捐款吗？弱点有时候可以用作反击最好的武器，为当下改变不了的现状困扰，只能是徒增烦恼。他们一瞬间噤声，脸上写满了心虚，笑我贫穷，又不帮我脱贫。那我穷不穷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耀眼的人总会得到关注，长得好，成绩好，家境好，转学生，这几个标签让沈烨成为课后讨论的对象。他们说他一天一套衣服，鞋子从来不重样，贵得啧舌。他们说他上课不认真听，成绩也这么好，是天分，季南慈只能靠勤奋。他们说他和大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突出一个人的存在往往需要一个陪衬，我就成了他们口中所谓的和沈烨一个地上一个天上的对比，一个是下里巴人，一个是阳春白雪。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，和他没关系，但嘲讽因他而起，我很难对他有客观公正的态度。尤其是月考过后，班主任发现他的英语突出，但语文较为薄弱，我和他恰好反过来，
于是我和他被迫成为同桌。英语课上，老师让我们分段朗读课文，一向严苛的老师，夸赞如流水奔向他，而我只得了一句中式英语，还要努力。如果他面露喜悦还好，但他仍然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模样。他的无所谓，让我觉得自己的努力一瞬间全都白费。我全力追求的是人家触手可及，甚至是嗤之以鼻的。因为喜欢钱，我一向觉得有钱人都很可爱，但现在我只觉得他讨厌。最烦装逼的人。他和我搭话，我不理；他问我作业，我不说；他吐槽我的英语发音听起来像是在说外星语，我骂他语文是体育老师用脚教的，仗着他语文基础不行。我整天变着花样的用歇后语骂他。我看你是王母娘娘来姨妈，神经，光着屁股推磨，转着圈地丢人。山羊放了绵羊屁，洋气又骚气。他气得双唇紧抿，像个河豚。第二天眼底一片青黑，恶补了一夜的歇后语，骄傲得像只斗鸡。他乌龟照镜子，瞧你那王八样。我柠檬掉进夜壶里，你是又黄又骚还带点酸。他死王八炖汤，一肚子坏水。我王八买西瓜，滚的滚，爬的爬。我说他装逼，他说我矫情，谁看谁都不顺眼。几次考试下来，第一是我俩轮流做，但我细心地发现，他每次考试都用同一支笔，考前双手合十，神神叨叨。他肯定请外援了，有钱人花样多，我怕他请小鬼，于是为了公平起见，考试前我去买了2支一样的笔，他一支我一支。换了笔之后，他果然露馅了。历史老师抱着改好的卷子进班，意味深长地看住我们这个方向，看的肯定是他。整个年级的2个最低分都在我们班。沈烨25分，班里一片寂静。满分100分，25属实差到极致。被点到的少年错愕不已。老师把卷子递给他，语气悠悠：“你可真是个缺德的汉奸。”我没忍住，扑哧笑出声。他转头看向我：“你别笑，你俩半斤8两，你20，他是汉奸，你就是鬼子。”全班包括沈烨在内，都笑得发颤。哦，果然笑容不会消失，只会转移。拿到卷子后，我才发现我大题一片空白，比脸还干净。他的卷子也是。我俩对视一眼，转头去翻文具盒，那支笔上写着可消失笔。鉴于这是一项非必要开支，买的时候我和老板说要最便宜的，果然便宜莫好货。满分100，主观题分值75，选择题25，选择题用读卡器扫描，所以统一拿2B铅笔涂，没用上黑笔。也就是说，他的选择全对，而我错了一个。我的笔是你换的。我自知理亏，老实解释了一番。他表情逐渐僵硬，慢慢抬眸，纪难辞：“你是不是有病？我拜的是雅典娜，智慧女神雅典娜。”哦，这样啊。公平起见，那我下次考试前拜孔子。自此一遭，我才清楚地意识到他有多小心眼，多记仇。因为晚上睡得晚，早上还要帮忙买早饭，我早自习经常迟到，为了不被扣分，都是偷偷翻墙进学校。他一个早自习常常不来的人，自告奋勇加入学生会查纪律，天天起大早蹲围墙后逮我，导致我的名字连续1个月出现在违纪名单上。我平时分被扣了大半，而平时分和期末3好学生评比挂钩。3好学生奖1000块，扣我分可以，扣钱不行。于是体育课考试，我故意给他各项分数都压低了报。周围都是人，我声音很大，
跳高1.3米，跳远1.6米，50米9秒8，800米5分钟，引体向上0个，身高，我放开了嗓子喊179厘米。他终于忍不住破防尖叫：你放屁！老子明明185！我佯装害怕：好吧好吧，沈同学说多少就多少。他气得脸颊上的肌肉都在隐隐抽动。我眨眨眼，挡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，节整不死你。元旦晚会，老师让班级出节目，我知道他不会跳舞，他知道我不会唱歌，但我俩的名字都出现在了彩排名单上。我独唱，他伴舞，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我俩脸色都不太好。选定的歌曲是牵丝戏，偏柔媚古典。我红着脸找到老师：老师，我能不能不上台？我真不会唱歌。老师上了年纪，拍拍我的肩膀：你这孩子，搁着谦虚呢。然而，真正轮到我和沈烨上台的时候，老师才恍然，我刚刚不是在低调，我是在自我介绍。破音不说，我甚至把牵丝戏的调子硬生生唱成了好汉歌。至于沈烨，他跳着跳着跟自己打起来了，台下哄堂大笑。老师沉默良久，开口点评：季同学啊，中气十足，嗓门很大哈，身体好身体好。沈同学啊，那什么一看就不缺钙，骨头硬得很，不卑不亢的。你俩一看都是学习的好料子，里子面子算是都丢光了，热气直冲脑门，不用看也知道脸红了个彻底。我微微侧头，沈烨瞪了我一眼，耳尖嫣红。本以为战争还得继续，后来班主任喊我去办公室，谈谈贫困生最新补助的事情。没过几天，我填的那份申请表被有心人拿去班里传阅。虽然那个同学最后被学校警告处分，但是那张表被看了个遍，表上一字一句都是我的自剖，原本模模糊糊的事，一瞬间都有了清晰。大家看我的眼神里有同情，有震惊，也有避讳。渐渐的，有传言说我天生克命，爸妈和我弟是被我克死的，谁和我走得近，也会沾上不幸。他们自诩为正义，劝沈烨不要和我当同桌。我以为他会借此落井下石，没想到他连眼皮都懒得抬起，面露讥嘲。见过裹小脚，没见过裹小脑的。脑子空不要紧，关键是不要进水。成绩不好可以学，长得丑可以整，心眼坏可莫法治。一个个嘴上像是去厕所抹了蜜，说话比村头10个老太太加起来还要碎。正义使者们被骂得面红耳赤，纷纷离散。阳光斜照下，少年的脊背挺拔如松，额前的碎发带出一道光影。少年侧头盯着我冷笑，把我骂得跟个孙子似的。轮到他们就一言不发。季同学，你区别对待啊。我实话实说，他们是我客户。他面膜表情，从兜里竖出10张红钞票，拍在桌子上。我命令你下次骂回去，骂得好，月底有绩效奖金。班上同学一个个抠得不行，我一学期在他们那还挣不到1000块。2秒不到，我就做出了选择，眼疾手快拿过钱，换上一副谄媚的笑。好嘞，老板，跟谁过不去，都不能跟钱过不去。老板，万一不小心真克到你了，钱归钱，事归事，一码归一码哈。闭嘴，老子有钱，老子以后天天穿耐克。9点，下晚自习，我收拾书包，打算抄近路去便利店兼职。班里几个女生在讨论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学校周围有变态，是个漏音癖，吓哭不少女生。听说就在沙街路，今晚我们走大路吧。
我害怕，我动作一独，沈烨拎着包，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了回去。他不经意问道：你家在哪条路来着？沙街路。我去兼职，也要经过这条路。就算我不去赚钱，但我总不能不回家吧？你要不，别从那走了。不，我就从那过。眼看时间来不及，我背上包就往外跑，身后是他渐远的声音：纪南慈，你回来，我送你过去。不从那过就要绕路，绕路就要多花1个小时。9点15上班，迟到扣1半工资，凭什么不从那过？就从那过，管你是什么变态，挡我财路，我让你变成死变态。昏暗的路口，几米处，一个西装男人堵在小路中间，门户大开，慢慢走近，笑得像是在发癫。他妈的，还真有变态。我扔下书包，撸起袖子，不退反上。我为什么这么穷？因为我拿了大半的钱用来学防身术了，能保护我的只有我自己。以前是，以后也是。教练还说我天赋好，个高劲大，上手快。我一脚上去正中靶心，打得他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专挑疼的地方揍，揍到他告奶奶。我收脚回头，找丢下的书包，就看见少年白衣黑裤，静静贴着墙壁，怀里抱着我的书包，右手拿着一块板砖。见我回头，他下意识扔掉搬砖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半晌，又补了一句：真的。警局里，沈烨面色镇定：远景叔叔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亲眼看见那个变态想对他动手动脚，然后季同学大吼一声，气势如山倒，变态吓得一哆嗦，转头撞墙上了。我抹了抹眼角，无辜点头。远景，一旁的女警姐姐给我们递了杯温水，笑了笑：行了，你们这是正当防卫，做的好事，别慌。那个变态是惯犯，从警局出来后，我不但没事，还得到500块奖金。至于兼职，我跟老板说了今晚的事，他安慰我回去好好休息，今晚的工资照常给我。金钱使人快乐，我也不是没良心的人，现在看谁都顺眼得很。想到沈烨刚刚帮我说话，我一把搂过他的肩膀，一副兄弟好的模样。老板，我请你吃夜宵，你想吃什么？他偏过头，唇角悄悄翘起：麻辣烫。哟，大少爷也开始接地气了。我最喜欢吃麻辣烫了。他去吃麻辣烫，辣椒拼命地放。我说你别浪，他非得跟我杠，说这样味道更棒，然后嘴肿得像腊肠，没个人样。厕所去了3趟，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。那天过后，我们算是握手言和，他也不再早起蹲我，我帮他补语文，他帮我补英语，甚至给我介绍了一份高薪家教工作。周末2天我能赚500块。我为我之前的有眼不识泰山而道歉。他不是装逼狗，他是我的财神爷。国庆假期最后一天，我在家写作业，球球对着门吼叫。球球是我养的狗，别看它身形小，凶得很。我开门一看，沈烨牵着一只大金毛站在门外，昂首挺立，眉宇间难掩得意。看我的狗怎么样？身形高大，毛发顺滑，金闪闪的，优雅且富有弹性，一看就很贵。挺好，但我也有狗。我对着门内叫2声球球，足球大的小团立马兴奋地飞奔过来，绕着我的腿打转。沈烨愣了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有狗，随后神态从容，指着球球：你这狗这么大点，屁用没有，不如我的。它不仅好看，还能保护人。听了半天，我懂了，他就是来炫耀他的狗。
也莫看出个品种，怕不是杂种。我蹲下，拍了拍球球的脑袋。上，他骂你杂种。话音刚落，小黑影如箭般冲了出去，犬吠的声音嘹亮又凶狠。大金毛瞪圆了眼睛，嗷嗷往后缩。少年脸色突变，边逃窜边解释：大哥，我没骂你，我说的杂交品种，球球不咬人，但吓人。我边吃西瓜边看热闹，最后沈烨喊大哥嘴都喊干了，球球才像个大爷一样趴我脚背上，累得顾不上其他。沈烨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气喘吁吁。季南慈，你故意的，谁让你大老远来跟我炫富？他嘴角抽搐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谁跟你炫耀了？小爷是来给你送狗的。哎呀妈呀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。我连忙起身，把啃了一半的瓜塞他怀里。您坐您坐，吃西瓜吃西瓜。他冷哼，仗义美多土狗辈，心狠手辣读书人，丝毫不客气，爬起身就坐在我的小马扎上，还啃了2大口西瓜。下一秒，像是意识到什么，他僵住，恨不得把头埋进西瓜里，耳根处由粉变红，再到深红，颜色一点点蔓延到后脖梗，从兜里掏出一个平安福袋塞我手里，生日快乐，然后带着我的西瓜，脚底像抹了油，健步如飞。我愣神，看着他的背影，直到消失不见。良久，揉了揉酸胀的眼睛，今天风太大了，沙子都进了眼。可是越揉越酸，大家都在那张申请表上看笑话，只有他看到了我的生日。原来非亲非故，也会有人千里迢迢为我求一份平安。我以为没有人会记得，高考成绩出来那天，我和他并列全省第8，回学校补办材料，顺路就买了一束花，想去感谢班主任。办公室，班主任在和几个老师聊天，南慈这孩子算是熬出头了，可不是吗？长得漂亮，又稳上名牌大学，以后随随便便就能嫁个好人家。哎，你说他和沈烨那孩子能成吗？你想多了，他俩能成同桌，已经是季南慈占了大便宜，没有沈烨哪有他今天，也只有学校里能接触到阶级差距这么大的，出了社会面都见不到。我静静听完，抱着花转头就走了，嘴里嚼着那些字句，却不知道从何反驳。晚上，手机收到消息，沈烨问我打算去哪读书，我说还没想好。他说我去北大。你，我屏住呼吸，下意识对他后面的话想逃避。反正我不去北大。那你去哪？思绪混乱，我随口乱说，去英国剑桥。我把房子卖了，前阵子老房子赶上拆迁，10万块，我没家了，鸿沟变天堑。他说好。开学那天，我在北大报到，接到一通国际电话，归属地是英国。双方静默，电话那头传来轻微的呼吸声。他说：季南慈，你是不是填错志愿了？我没说话，他自顾自地说着，没关系，我有钱，我现在回国行不行？你是不是在北大？我也喜欢北大。我缓缓闭上眼，不行。电话那头的声音一读，沉默片刻，那个福袋你拆开看了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又意识到他看不到。没看。那你拆开看看好不好？像是在祈求。不想看，不敢看。他被气笑了。你是真不懂我什么意思吗？一瞬间，我好想哭。我既觉得自己好幸运，又忍不住好难过。不懂，以前不懂，现在不懂，以后也不会懂。他哑着嗓子，一字一读：季南慈，你是真行。心扉木石起无感，
吞声踟蹰不敢言。推开房门，外面昏昏暗暗，唯有星月洒下的光影，勉强将前路照亮。如果我不往前走，就会被黑夜掩埋。而这一年，我18岁，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，自卑与傲气相竞，吵归吵，闹归闹，合作谈得很顺利。吃完饭，陆明邀请我去看电影，他漆黑清澈的眼睛冲我眨巴，瓮声瓮气：姐姐，我上次回去被揍得可狠了，你就当心疼我，好不好？我心虚地咳了2声，刚要答应。心疼谁？你一个140斤的壮汉，真是老黄瓜刷绿漆，不嫌害臊。沈烨眼里明晃晃写着你敢答应我就扣工资的威胁。我又把话咽了回去，高大的身影挡在我前面，把陆明遮了个严实。小孩咬着后槽牙：沈总，我可是甲方，已经签过合同了，你是你爹都没用，除非你想毁约，毁约3倍赔偿。咬字清晰，音色拖得老长。少年脸色变了又变，恶狠狠道：你给我等着，我明天就坐沈爷爷门口哭。哟，还真是个小孩。陆明走后，沈烨要送我回家，我摇了摇头说不用，今晚太累了，应付2个老板，比我干活还累。我不想回去的路上，还得打起精神。谁知他冷冷地打开车门：季秘书，麻烦你看看现在几点？晚上10点。你要自己一个人回家？你是觉得我很有钱，还是想搞我？你出事怎么办？我10年白干，3番2次得罪老板，我觉得自己离被开除不远了。既然摆脱不了失业的命运，不如趁走之前多捞2笔。我登上微信小号，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：空档期，有意向的待嫁来，全国各地可飞，名额有限。莫一会儿，消息99加，联系我的有网红，有明星，还有一半是富家千金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虽然我老板这个人有很多缺点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最大的优点是有钱且帅气，再加上他的一系列不走寻常路，算是总裁界的泥石流，导致他本人在网络上还是蛮火的，相当于人形热搜。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，有人看上他的热度蹭一蹭，有人喜欢他的脸也蹭一蹭，时不时就被偷拍炒作，传点花边小新闻。今天是女明星，明天是小网红，后天说不定是哪个颜控千金。即便事后澄清，对方也已经通过炒作获得了曝光度。沈烨是个商人，他不可能让自己吃亏，既然打不过，那就加入。炒作可以，得付钱。什么？不想付？可以，沈市法务部会告到你破产。于是沈烨每个月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高额外快。有需求就有市场，有买卖就有我的存在。想蹭他而苦于没有机会的人比比皆是，一个想送钱，一个愿意拿钱，现成的交易链就差个中间商从中周旋，将其合理化、透明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、统一化，秉承 Girls Help Girls 原则。我牺牲小我以成就大我，自告奋勇当了这个中间商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，为了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，我灵活运用价格机制、竞争机制、回馈机制和风险机制。例如，和老板传不同程度的绯闻，有不同程度的底价，以卧槽为单位，一个1万。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等娱乐性活动，保底各50个卧槽。骑马、射击、攀岩等体力性活动，保底各100个卧槽。因为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。当然，我并没有玷污自家老板的清白。绯闻之所以是绯闻，最大的特点在于不确定性。网络世界，假 CP 最好磕了。
你要正放一张正主牵手合照，他们反而觉得没劲。越是那种稍微沾点边但不多、捕风捉影的，留足了想象空间，他们能磕得飞起。所以，我只需要把老板的行程透露出去，在老板走后，他们去他待过的地方拍拍照，摆一些似是而非的动作，完美的绯闻就诞生了。当然，这一切的机会都是以老板的工作行程为基础，所以名额有限，价高者得。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，我偶尔还能提供一些售后服务，保管掏钱的人掏得舒心，以防当期撞车。我甚至做了一个排班表。以上的这些，我当然不可能白做，中间商也要赚差价的，也不多，客户看着给，给的少了，下次再来可就没有档期了哦。给的多了，欢迎财神爷下次光临。眼看要离职，我只好重操旧业，一不小心用力过猛，导致老板绯闻满天飞，而他本人实际上忙得像狗。网络上的老板在和美女逛街，实际上的老板在陪老头喝酒，每天不是在谈合作，就是在谈合作的路上，连骂人的时间都挤不出来。全公司上下开心了，只有老板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。看着银行卡里不断增加的余额，我心虚地给老板买了个小蛋糕，巴掌大，200块。这卖的不是蛋糕，是我的命。沈烨看着今天的行程表，眉头紧得能夹死苍蝇。季秘书，沈氏要破产了吗？我茫然摇头。要破产我早就跑路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那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一天要坐2趟飞机，去3个城市出差？我是老板，我不是老驴。我痛心疾首，义正辞严。正因为你是老板，所以这个年纪，你要选择安逸了吗？我也不想的。但是何千金、李千金和白影后，他们实在给的太多了，还非得抢这一天。眼看老板额头青筋直跳，张口就要出国粹，我眼疾手快拆开蛋糕，给他塞了一口。来，吃吃吃，别生气，生气伤身体。一口接一口，老板脸色越来越好，脸上的褶皱都舒展开来，直到喂完了，他甚至可以说是和颜悦色。他用手指轻轻敲打桌面，节奏愉快。季秘书是发财了，还是良心发现了？都有。我嘴上否认，笑得温顺。都不是，只是发觉应该对老板好点。他目光微闪，挑眉轻笑。行吧，行程就按你安排的来。老板因为一天内在3个城市分别和3个美女约会，冲上热搜第一，网友戏称他为新一代时间管理大师。当晚，老板被他爸妈骂了个狗血淋头，一向温柔的贵妇，声音急得要跳脚。沈烨，你个死小子，多大人了还不收心？他爸，我在你这个年纪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你在干什么？沈烨看了我一眼，语气无奈。我在攒老婆本。挂了电话后，他叹了口气，浓密的睫毛遮住眼底的神色，看起来有几分可怜。季秘书，我还没吃饭。我面露震惊。你怎么还没吃饭？饿坏了怎么办？谁给我发工资？能捞一点是一点。我掏出手机，罚你给我转500块，下次记得吃饭。他说，其实我吃了2碗，刚刚忙忘记了。我把手机往前递了递，吃这么多撑了怎么办？罚你1000，下次注意点。他看我的眼神一言难尽。到林氏出差，林氏靠海，风景很好，还有一家免税店，没有女人抵挡得住这种诱惑，包括我。我对着口红挑挑拣拣，在脑子里算折扣满减。沈烨，别纠结，都买，我才赚几个钱，就摆这阔气。我穷，我付钱。
审视员工的出差福利。我猛地瞪大眼睛，惊喜来得太突然，一时有些恍惚。我怎么没听过？他拍了拍我的肩，因为你没当过老板。说得好有道理哦。无话反驳，于是我选择满载而归。老板，你人真好。他意味深长问。有多好？客套性的假大空用语，沿用了数百年，总结了前人智慧的结晶。你当了真？想把我逼疯？我只好试探性回答。非常好。他白了我一眼。虚伪，可能是太开心，情绪一激动。姨妈提前来了，我让老板先回酒店，我去楼下的便利店买一些生活用品。回来后，刷房卡进门，拿着卫生巾就急匆匆往卫生间里冲。一推门，烟雾缭绕，老板光着屁股蛋在洗澡，还挺翘。暖黄的灯光洒下，勾勒着流畅结实的肌肉线条，宽肩窄腰。他惊恐转头，我们四目相对，他手忙脚乱，捂了前面露了后面。理智告诉我，我应该尖叫一声，然后捂起眼睛转身就跑，但情感控制了我，眼睛也不听使唤，嗓子发干叫不出来。我舔了舔嘴唇，眼神直勾勾。老板，这也是出差福利吗？发现哪里都捂不住，他干脆蹲在地上，捂着脸，气急败坏。季南慈，你这样的人才10个里面才出4个。我知道你爱钱，但我从来不知道你还好色。啊，怪我，怪我，藏得太深，看得太多太仔细，导致我做了一夜的梦。第二天上班，在电梯口和老板偶遇，我后知后觉，浑身不自在。季秘书，季秘书，季秘书，啊！我回过神，发现老板面露梗塞，他比了个手势，我喊了你3遍，不好意思，刚刚聋了。老板，您有什么吩咐吗？他握拳轻咳，拽了拽领带，又理了理外套，末了还摸了一把头发。怎么样？我头也不抬，下意识应声。好好好。男人的声音带着怒火，你最起码抬头看我一眼再说。真就一眼，余光都快出残影。非常好。哼，屁股朝天，有眼无珠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这才注意到，他换了一套新的西装，尺码似乎也小了1号，将腰线勒得紧紧，屁股也更翘了。他妈的，不能再看了，再看要进局子了。半天下来，我发现我倒心被干扰了，没法专心干活，一闭眼都是翘臀，翘臀。我干脆顶替了总裁办公室门口拖地的保洁阿姨，接过拖把，一边偷窥，一边把地拖得锃亮。不是喜欢看翘臀吗？我让这双眼看个够。门口3分地，来回拖了50遍还没看够。瓷砖比楼下财务部经理的地中海还亮堂。沈烨看着门口的我，质问的话莫说出口，就摔了个屁股蹲。你的屁股？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人还好吗？他扶正摔歪的眼镜，大吼一声，季南慈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我默默后退了2步，来大姨妈的是我，但你表现得更像来了大姨夫。别忘了谁给你发的工资。我3步做2步，跪地就是一个滑铲，拍着老板起伏的胸膛。别气别气，算我求你，这个月的工资还没接。沈烨要参加酒会，他把我也带上了，以往他从来不参加的，这次可能是大姨夫来，抽风了。他还给我请了专门的造型师和化妆师。我指着一排的礼服，真的可以随便挑。他支着下巴点头，穿你想穿的，你平时穿的太土了，可是不土就会有人给我添堵。我犹豫了下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他坐直了身体，面色严肃。季秘书，
我想你还是莫能听懂我的意思。我是说，你可以穿任何你想穿的衣服，这是你在规定范围内享有的和其他人同等的自由。我能护住你。心潮翻腾，每一句话落在耳边都掷地有声。我知道身材好性感不是我的错，我知道身为女性被骚扰也不是我的错，但是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。我身后没有坚定的后盾，所以下意识地约束自己来减少麻烦。平静的心湖被置入一枚石子，荡起无数波澜。等我穿着一身抹胸露背黑色鱼尾裙，从试衣间走出来，沈烨捂着鼻子，一瞬间面红耳赤。确定要穿这件吗？不好看。他语气悠悠。太好看了，让我觉得我有点配不上你。我没绷住，笑出了声。确实，以老娘的身材，披个麻袋都好看。嘻嘻，酒会上来的人很多，鱼龙混杂。我还看见了那个骚扰过我的老逼灯，他腆着个大肚腩，目光在我身上流连，两只细小的眼睛滴溜溜转动，不怀好意。哟，这不是季小姐吗？好久不见，穿得这么骚，不管多久没见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贱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竖起手掌比了个阉割的手势。他脸上的阴险更浓，举着酒杯就要凑近。突然，一只包着手帕的指尖戳在他凸起的肚皮。退后。沈烨收回手。杨经理还是注意和人保持距离，万一流产了可不好说。他嗅了嗅鼻子。杨经理，你身上怎么怪味？好像骚味啊。是不是因为膀胱连着泪腺了？眼里漏尿看什么都骚。老男人气得鼻孔冒烟。沈总别来无恙啊，有没有样也不影响你那王八样。你平时是不是不照镜子？哦，不自知的东西，照了也没用，脸丑得像一桩冤案，满身的猥琐开水烫都烫不掉。老男人脸红脖子粗，又恨又气，偏偏还想不出话反骂。这人嘴太快了。沈烨伸手拍了拍他的大肚子，眼里尽是轻蔑和嘲讽。直肠通大脑，减肥减小脑，想想怎么跟你妹夫解释挪用公款的事吧。他拉着我潇洒离去，这趟来就是为了骂人。不过好爽。这天我和老板请假，他问我去干石磨，我说去扫墓。他轻咳一声，我送你过去，顺便慰问一下员工家属。我摇头，不，给你5万，把我带上。话到嘴边转了个弯，也不是不行。墓园里碑前一片落叶，我每年都会来，并不是为了祭奠他们，单纯想让他们看看我过得有多好。我还在心里骂，就见沈烨从怀里掏出一瓶茅台，淅淅沥沥洒在我爸碑前，边撒嘴里边咕囔着什么。我当时一口气哽在喉咙里。你别太离谱，我连一张纸都没给他们烧过，到你这酒都喝上了。我说，他们对我一点也不好。他洒酒的背影僵在原地，眼疾手快扶正瓶口，对着石碑道，就当我刚刚都在放屁。然后动作行云如流水，将剩下的酒都洒在隔壁不知道哪个的碑前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叔，送你喝了，少的那2口，你找隔壁要去。一向冷静的人，现在又傻又笨。看着他的身影，我怎么都移不开眼。半晌，低叹一声，慢慢勾起唇角。才和色，我总要栽一个，何况他2个都有。当晚，我登上当初让我社死的账号，发了一条动态。我说，假如喜欢上自己的死对头怎么办？第1条评论是，嫁给他，狠狠玩弄他。账号昵称是纯情总裁俏秘书。没过一会，电话响了，沈烨打来的。他说，纪南慈，这里有个投资你要不要参与？低投入无风险高收益。
听着像诈骗。他冷笑，我这么有钱，至于骗你的？什么投资？你下来，我当面跟你说。走到窗口，楼下赫然停着一辆熟悉的车。我披上外套下楼，莫名有些紧张，走到他面前。他说，借我10万块。跳动的心突然平静下来，更像诈骗了。虽然但是，我还是转了10万过去。他眸光一转，立马收起手机。做我女朋友，同意的话，你会得到1000万和一个我；拒绝的话，我捐款跑路。你考虑清楚，你是真狗。如果跟你结婚呢？这太得寸进尺了。我还没敢想。那我允许你得寸进尺一下。他的眼睛刹那亮起来，紧紧抱住我，小声道，那你以后不准再把我卖了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第一次起。你拿到钱之后会很开心，每次都会请我吃好吃的。合住人不该过于有良心，该狠时就得狠。没办法，我现在26岁，这是个比18岁还要容易动情的年纪，爱念汹涌如潮，来势迅猛。我举手投降。我想起了那个福袋，那天电话挂了之后，我就拆了，里面是一张平安符和一张小纸条，纸条上写着 You had me at hello， 我对你一见钟情。我也是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